萨瓦迪卡，捧次格拉卡，印地刀拉靠速长孔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城华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身后这两台车呢，一个是在泰国陪了我将近跑了14000公里的 CT125，另外一台呢是我花重金租来的雅马哈 PG1。这两台车终于要正面对决了。去年在买 CT125的时候呢 ，PG1 刚上市，但是当时雅马哈的这个展厅呢根本就没有人理我，再加上对这台 CT125 已经种草了很多年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补上这一场迟到的对比。和以往一样啊，我们不聊历史，不聊参数，我们纯聊这种实际驾驶的体验。哪一台车更适合日常，哪一台玩起来更爽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在正式开始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说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，就是这两台车在泰国的售价。本田 CT125 的官方售价呢是88900泰铢，而这台雅马哈 PG1 的售价呢是64900泰铢，这中间有了24000泰铢的差价，如果折合成人民币，大概差了5000块钱左右。那么为什么还把这两台车放在一起去对比呢？我个人认为啊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看起来像一个类型的车。另外，在泰国很多人买摩托车都是分期购买的，而且经常一分期就是48期，甚至还有60期的时候。那么如果分期购买，每月还款的时候呢，其实只差几百泰铢，那看起来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。所以放在一起对比，在买车的时候一起去选择也是一个正常的事儿。另外说一点啊，这两台车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装，因为都不是新车了，我会尽量讲出原厂的差异，以供大家参考。刚才我们提到它们外表很像啊，都是这种看起来可以去野的车，所以我们来一点一点对比一下它们的差异。首先我们从这台车的车把讲起，这两个车的车把的宽度呢差不多，整体的感觉也差不多，是一种稍微展开的姿势，但是车把的高低略有不同。车把上有些开关一些区别，比如 PG1 比 CT125 多了双闪开关、超车灯开关，手把的握持感也不一样。明显的是雅马哈 PG1 的这个手把呢更粗，实际体验起来呢这方面更胜一筹。有了双闪，安全性呢大幅度提高，更粗的这个手把胶握起来呢更自然，拧油门的时候呢也更轻松一些。关于这个仪表呢，我们就看出这个非常明显的差异了啊，因为本田 CT125 配备的是一块全液晶的仪表，而雅马哈 PG1 配备的是这一块纯机械的仪表啊，我觉得它各有千秋吧。正常光线下两个仪表只能说风格不同，但是像今天这种强光下 ，CT125 这个液晶仪表就看不清楚了。关于车灯呢 ，CT125 全车配备了 LED 光源，而 PG1 呢使用了全车的卤素灯泡。它们大灯都是这种圆形的复古车灯，但是转向灯呢 ，CT125 使用了这个方形的这种转向灯，而 PG1 使用了这种摩托车非常传统的转向灯，一看就是摩托车的转向灯的这种样式。我也对比了一下两台车的大灯啊，因为这个 PG1 贴上了大灯保护膜，所以它的效果还是有一些打折的。但是 LED 完胜卤素是毋庸置疑的。除了大灯差异明显，尾灯、刹车灯、转向灯实际的效果差距并不是特别大。关于减震呢 ，CT125 的减震行程大概是110毫米，而 PG1 呢是130毫米。后减震呢 ，CT 是100毫米 ，PG1 呢是109毫米。而且在这个前减震的直径上来说呢 ，PG1 明显比 CT125 更大一些。但是呢 ，PG1 给我一种软趴趴的感觉，感觉是预载不够，回弹速度也不够，而且后减震呢不可调预载。其实这些也都不重要了啊，因为十有八九买了 PG1 之后会改减震。另外，回弹慢可能走颠簸路段的时候呢更舒服，而 CT125 会感觉跳得非常厉害。它们的车轮尺寸也不一样 ，PG1 使用的是16寸的轮毂，而 CT 使用的是常规17寸的轮毂。但是 PG1 的轮胎更宽，看起来抓地会更好。但是实际体验呢，并非如此，尤其是在路上遇上白线或者有一些接缝的地方，那么这个轮胎有点调皮，感觉抓不住的感觉。而 CT125 从来没有给我这种不稳定的感觉。说到了刹车，可能是一个差异非常大的地方啊。CT125 呢是前后都是碟刹，前面的 ABS， 而 PG1 呢前面使用的是碟刹，不带 ABS， 后边呢用的是鼓刹。虽然 CT125 我也没有从来触发过 ABS， 但是有和没有，碟刹和鼓刹就是明显的差异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发动机啊。首先，两台车呢都是这种沃缸啊两气门风冷发动机。雅马哈 PG1 使用的是和自家弯梁车芬兰人一样的同款114cc 的发动机，
而本田使用的是一台代号为 JA65 的 124.89cc 的发动机。这里说明一下啊，美国、日本和泰国的官网标注的排气量是不一样的。另外，压缩比标注也有区别。总之，我不愿意说数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不同的地区、国家他们标注的有区别，而且差距还不小。另外，两台发动机的外形上也有一些区别，明显是设计不一样的。在原厂状态下呢 ，PG1 并没有这个发动机护板，而 CT125 自带了这个护板，所以很多时候会对比这个离地间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雅马哈 PG1 离地间隙比 CT 高很多。但是这个数据就不准，因为加上护板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几乎差不多。说到了发动机，这两台的启动方式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。电启动是大家都有的，但是这个脚启动，也就是这个俗称打火棍的东西，只有本田 CT125 是带的，而雅马哈 PG1 呢没有这个打火棍，但在芬兰人上是有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台车上取消了那个打火棍。除了打火棍呢，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排气的造型。排气呢也很明显有区别 ，CT125 是这种上扬然后延伸的这种造型，像极了越野车的感觉。另外，除了排气在上边呢，进气口也在上边，而 PG1 呢就是一根非常常规的温凉车的排气。但是同样如此，在后期很多人会改装雅马哈这台车上的排气，而换挡杆啊、刹车踏板呀、脚踏这些细节也都有不同。换挡的便利呢是雅马哈更好一些，可能跟这个高低落差的设计有关啊。退档的时候呢，比较轻松就可以踩到退档的那个换挡杆，而本田的设计呢就别扭一些。但是换挡的声音和入档的感觉又是这个本田 CT125 更胜一筹，因为你可以听到这个换挡的声音很清脆，换挡的行程呢也稍微长一些。PG1 呢就是换挡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清晰，行程也更短了一些。说完了换挡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坐垫啊。雅马哈 PG1 原厂就有前面的坐垫和后边的坐垫，以及前后脚踏都配备了，而 CT125 只有前面的坐垫和脚踏，也就是说后边的坐垫需要你自己配。它们的坐垫风格上呢也差得非常大。CT125 是这种三角形的，然后比较厚、比较大的坐垫，而 PG1 呢看起来是这种细长、比较薄的坐垫。实际坐起来体验呢，两个坐垫都不舒服。CT125 的视频中呢，我们也说过，坐久一点呢，屁股就会疼，而 PG1 呢，蛋疼。说完了这两款车的区别呢，你一定也稍微了解一点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车的骑行姿势。CT125 的骑行姿势呢更加直立一些，车把也比较高，更像这种 ADV 的骑行姿势。而雅马哈 PG1 的这个坐姿呢会稍微前倾，更像街车的那种感觉。另外中间呢也有点区别 ，CT125 是这种传统弯梁车的感觉，会稍微收窄一点，而 PG1 呢做的十分宽大，很霸气。上面的置物架呢虽然是后加的，但是这个除了货架是后加的，后边的货架也是后装的啊。虽然 PG1 原厂提供了后排的坐垫和脚踏，但是后座的感觉非常不好，一个可能是坐垫太小，另外一个可能是薄且硬。说完了坐姿，你肯定想知道这台车骑起来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加速是怎么样的。那么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，我也试了一下加速以及极速。初段加速还是很快的啊，到了中段感觉就力量下降了不少，到了尾段我认为就几乎就是没有了。我骑 PG1 的极速基本是在90公里每小时，而骑 CT125 呢可以跑到100公里每小时左右。说完了加速，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台车的操控。刚才说了坐姿，所以骑起来呢 PG1 是有一点战斗的感觉，整体感觉比较粗犷，可能是因为它的轮胎比较宽，略显笨重。在转向啊、掉头的时候都不如 CT125 来的更加轻松，它比较模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租来这台车状态不是很好的原因，总体没有 CT125 整，尤其是跑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它相比 CT125 的稳定性是几乎是没法比的。车身呢也会时不时的晃动，也就是说 PG1 跑高速我很没信心。最后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两台车的声音吧。
听完了这两台车的发动机和排气声音，你更喜欢哪一台车呢？我个人认为 CT125的发动机声音更细腻、更好听一些，而排气的声音呢 ，PG1 更低沉、饱满一些。我个人感觉 CT125给了大家一个完整的平台，除了带人这件事儿，几乎不用做任何的其他改装，而 PG1 给大家是足够的空间，让你自由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和改装。本田的 CT125整体做工更加精细 ，PG1 更加粗犷。但实话实说啊，如果这两台车比较下来 ，CT125虽然贵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更具性价比。如果再让我选一次，我依然会选择 CT125。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啊，这两台车都是好车，都是同时具备了玩乐属性，又兼顾经济性，又有一定耐用性的车。无论你选择哪一辆，我都会恭喜你喜提爱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南城华先生，萨瓦迪卡，再见。为什么？我多听了。这是因为我没有测涉水，所以它。走吧。它这有护杠，有护杠就是好。